欢迎来到 Crypto Tricks。在视频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不错过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We're going to make it。欢迎大家回到 Crypto Tricks。那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个区块链的基石，也就是区块链的协议。之前我们讲了那么多期不同层级还有应用的区块链呢，都比较零散。那今天我们想往深里挖掘一些，抛开这些独立的区块链项目，那我们来看看它们底层的这个地基啊，就是区块链协议，主要是呢这个 Proof of Work 和 Proof of Stake，一个是工作量这个证明机制，还有质押的这么一个机制，是如何在加密世界的底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来确保区块链的安全与发展，以及呢这些协议和机制是从哪里来，然后未来会到哪里去。那加密世界未来是将如何依赖这些机制去发展？大家都知道，下个月这个以太坊就要从 POW 的机制呢升级至这个 POS 的机制了。对于加密世界来说呢，这是一个可以创建和改变加密世界历史的节点。那不管我们作为投资者还是开发者也好，深刻的理解 POW 和 POS 的机制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的内容将由我先为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区块链协议背后的共识问题，以及区块链如何解决被攻击的设计。然后 Gary 呢会随后为大家带来一些 POW 和 POS 机制的优劣势的思考，以及这两个机制是如何在塑造我们认识的加密货币以及 Web3。最后呢，会由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在哪儿，以及呢我们未来这个区块链会走到哪里。本期内容呢，我们将基于这个 Kraken Intelligence 的一篇叫 POW vs 这个 POS Securing the Chain 的这个研究文章来为大家展开介绍。区块链的这个协议呢，它的这个底层意义，就它存在的意义，我觉得认为有两个。那第一个呢是去建立这么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然后允许点对点的价值交换。那第二个是呢，保护这个网络的安全和确保参与者的行为可以是正当和诚实的。对于第一点来说呢，区块链通过这个加密技术与公开无法篡改的这个账本、数据区块，以及全世界大众都可以参与这个挖矿啊，还有质押、转账。然后呢，它实现了这种点对点的价值交换。但是对第二点来说呢，区块链协议的存在就是为了去捍卫这个去中心化的网络安全。但是呢，我们要捍卫的是什么呢？就是换句话说，要达到第一点的话，我们要抵抗什么威胁才能达到第一点？第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叫 Stable Resistance Mechanism，它的中文翻译过来叫女巫攻击。那首先记住啊，我们刚才上面说过的第一点，那区块链链上的价值是存储在这个去中心化的账本中的。如果有人想要攻击这个网络，篡改账本，然后将大众的这个财富据为己有呢，则你将需先去掌控这个网络才可以做得到。那做到这一点的其中一个方式呢，就叫利用这个女巫攻击。那什么是所谓的女巫攻击呢？简单来形容，其实就是一个黑客或者说想要作恶的人，他为了可以得到一个网络的控制权呢，可以创造或者创建足够多的账户或计算机节点，参与到这个网络中，然后挤走诚实的玩家。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个黑客，他在做，他可以创建多一个虚拟的这种就账户啊，或者说计算机节点。那大家想一想，现在互联网的水军和各种自动机器人刷评论等等，其实就可以轻松的理解什么是女巫攻击。那在区块链网络中呢，女巫攻击就是指这个黑客或一个组织可以弄一大堆的这种恶意的计算机节点，参与到挖矿或者说质押投票的过程中去充当这个区块链网络的矿工。然后呢，等这些节点的数量以及算力足够多，比如超过正常网络的一半以上，大于50%，也就是控制了这个区块链网络51%的这个算力或者节点，那自然而然就会可以控制整个网络的账本，随意篡改，还有攻击，抽干网络的钱财，然后摧毁这个网络。所以这种攻击一旦实现了，对于这个网络来说将是致命的。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 Bitcoin Gold 就从比特币硬分叉出来的网络，然后呢，它就是遭受了这个51%的女巫攻击。然后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这个事情，可能对这个Stable Resistance 更有理解。
那为了抵抗女巫攻击，以至于让这种攻击不可能发生在这个区块链上呢，那 POW 和 POS 区块链协议都有独特的设计，来让这种攻击的成本变得无限高。那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第二点，就是这个共识机制的设计与执行。OK，那共识机制想必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在区块链网络中的参与者呢，达成共识，确认网络状态和交易的正确与唯一性，是确保去中心化网络健康、安全运转的一个基石。这个共识机制的实现呢，需要交易的验证者，也就是 POW 中的矿工和 POS 中的这个质押者，分别通过贡献计算机算力与其他矿工竞争来解决加密难题，然后创建区块，将这个交易呢纳入这个账本中，和在 POS 上通过质押该区块的这个原生代币，然后来为网络中的这个交易进行验证和记录，然后呢，再将这个交易与这个信息广播给其他验证者来确认它是没有问题还有真实的情况下之后呢，这些验证者将获得这个代币的奖励，从而让所有参与者对网络状态的唯一性达成这个共识。那在这个 POW 的区块链中呢，由于矿工需要不断的有更强的算力来竞争谁可以来验证这些交易，如果要进行女巫攻击的话，这个成本呢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高。也就是说，这个黑客或组织需要不断购买大量的这个硬件设施，然后缴纳非常昂贵的电费，以至于超过网络中50%的其他节点的算力，才有可能它去控制这个网络的状态以及扭曲这个网络的共识。那在 POS 的这个区块链中呢，由于不需要算力，而是需要代币资金的质押，那如果网络一旦发现质押者验证了错误或无效的交易之后呢，则该验证者将会被受到惩罚，然后并被这个没收掉他的资产，然后剥夺掉他当这个验证者的权利。所以通过这些机制呢，POW 和 POS 有效的这样成指数级的可以增加这个女巫攻击者的成本，以至于想要控制网络根本不划算。所以来保护这个区块链的安全。最后呢，我再多说一嘴这个共识背后的一点点概念吧，就是为了要达成共识呢，区块链协议呢必须要满足一个东西叫拜占庭这个容错，也就是 BFT 这个机制呢，确保分布的这个去中心化的节点之间呢，可以对网络账本的唯一真实性呢达到一个共识。那这个拜占庭容错呢，是基于这个博弈论的一个问题衍生出来的。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有每个陌生的独立的节点，然后呢，如何才能保证大家都一致的认为这个网络中的账本是唯一的和真实存在的？那 POW 和 POS 是如何做到这个BFT，也就是拜占庭容错的呢？总结来说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比特币呢这个诞生时就用的这个 Nakamoto style 的共识机制，这种方法是让所有的矿工与参与者只认为最长的这个比特币区块链为一个唯一的事实来源，也就是这个叫 longest chain rule， 也就是说我们只认有最长的这个存的这个账单的这条链为这个唯一的事实。那根据这种机制呢，像 Cardano、以太坊都在沿用，并稍微做了一些升级和更改。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叫 BFT style 共识机制，一般都用在这个 POS 的机制中。这个 BFT style 的这个共识机制呢，会直接指定合格的这个验证者来验证交易，并明确的要求一共需要多少个验证者确定这个交易无误之后，才可以记录到链上，从而相比 Nakamoto style 更加直接和明确一些。那目前像 Algorand 还有这个 Cosmos Hub 就是用的这种共识机制来实现拜占庭容错。那介绍完这个区块链协议呢，下面 Gary 会带大家回顾一下 POW 和 POS 机制的一个优劣势的对比。感谢 Michael 关于加密机制和女巫攻击的介绍。现在主流的对抗女巫攻击的方法就是 Proof of Work 和 Proof of Stake。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对两种机制的益处和担忧的对比，来更加深刻了解一下两种机制。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Proof of Work 的一个优缺点。Proof of Work 最大的优势就是从区块链诞生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里面，采用 Proof of Work 机制的，比如比特币，就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承接了上百亿美元的盘子，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10年时间的考验足够好几个牛熊周期了。第二个优势就是采用 Proof of Work 机制的区块链都具有一个特性，就是51%攻击。顾名思义，想要攻击这个网络，需要超过这个网络上51%的算力。
而要达到这样大的算力所花的成本，通常远远要高于攻击的收益。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会攻击区块链网络了。下面我们来看这张表，这张表统计了51%攻击所需要的各种要求。我们主要看最下面一栏，51%攻击要求这一块，对比特币而言，硬件的成本花费大概是在87.8亿左右，电费我们每天需要1900万美金左右，这个费用还是挺高的，一般人都没有人会去攻击这个比特币网络。我们现在再看第3个 Proof of Work 的一个优势 ，Proof of Work 机制下的节点，也就是矿工，天然具有去中心化，这里指的是矿工的地理位置去中心化，因为挖矿最大的成本就是电费。电费的成本和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比如太阳能和风能丰富的地方，电费自然就便宜，所以全世界的矿工们会寻找全世界电费最便宜的地方，然后驻扎，这也就是节点具有去中心化的原因。Proof of Work 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优点，就是它能够阻止分叉，因为基于原项目的分叉项目，哈希率会大大降低，哈希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算力。也就是说，每分叉一次，哈希率就会下降，导致没有什么人会主动去推分叉这件事情，这也成为了 Proof of Work 的一个优势。那看完它的优势呢，我们再看看它的一个缺点，或者说是值得考虑的地方。Proof of Work 最大的让大家诟病的地方就是它消耗大量的能源，和现在宣传的碳中和大背景格格不入。第二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就是对一些比较小的 Proof of Work 的项目，哈希率一般也会比较小，所以51%攻击在理论上还是能够达到的，而且历史上就有项目实实在在的经历过这些攻击。那第3个我们需要考虑的点就是以比特币为举例，随着时间的推进，比特币的区块会越来越难，越到后面越需要专门的设备和专门的芯片，往往小玩家在这时候就参与不了了。所以越往后可能越会被机构来统一算力，让真正的去中心化得不到实现。第4个我们值得考虑的点就是，因为挖矿节点具有匿名性，几乎意味着不可能找出对应节点的矿工，这也就说明，万一矿工恶意破坏或者说恶意克扣每个小矿工的挖矿所得不支付 ，Proof of Work 机制几乎拿这种行为没有办法。但是 Proof of Stake 是有明确的惩罚机制的，违规的节点将会失去质押的代币。下面我们再看看 Proof of Stake 的一个优缺点。那 Proof of Stake 最大的优点就是呢，它没有能源浪费，它对比 Proof of Work 机制，它能够减少99%的一个能源消耗。第2个优势就是 Proof of Stake 它对 Validator 也就是我们的验证者没有硬件和不断升级设备的一个要求。相比 Proof of Work 机制已经算是很好入门的了，它只需要32个以太就能够成为节点，而很多交易所也已经允许投资者们无门槛进入质押了。总而言之，对比以前需要抢显卡来挖矿要容易上手的多。我们再看看 Proof of Stake 的有什么缺点。因为 Proof of Stake 是一个新的机制，它并没有被大规模的验证过安全性。当大规模的资产使用这个机制的时候，资产的安全性如何？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给出答案。第2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就是 Proof of Stake 区块链采用的是 BFT 的一个形式加密，这种加密的方式把容错率从50%降到了33%。Proof of Work 的一个区块链采用的是 Nakamoto 的一个加密方式，确保攻击一条区块链需要超过这个区块链上51%的算力，而现在 Proof of Stake 只需要超过33%的当前质押总量的资金，就能够颠覆整条区块链的交易记录，从而摧毁区块链。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这张图总结了4个区块链项目要达到33%攻击所需要的资金量。第1个项目就是我们前面谈到过的 Solana，第2个是 Algorand， 第3个是那个 Avalanche， 第4个是我们的那个 Cosmo。对于 Solana 来说，我们要超过33%的算力，我们需要大概是40亿美金左右。对于这个 Algorand， 我们大概是需要3亿美金左右。对这个 Avalanche 大概是10几亿美金，然后这个 Cosmo 大概也是4亿美金左右。所以对于这些小的项目来说，33%这个资金要求，对一些大的机构来说还是很容易达到的。所以说这个风险还是蛮大的。最后我们再看这张图，这张图呢是 POS 机制下节点验证者的一个硬件配置。这张图总共对比了7个项目，这7个项目分别是以太坊 2.0、Cosmo、Polkadot、币安智能链、Solana、Algorand 还有 Avalanche。
在计算机的硬件需求上面 ，Solana 所需要的电脑配置最高，它是需要12到16核的一个 CPU，128到256的一个内存，还需要2TB的 SSD。在最少质押金额方面呢，币安智能链这个项目的要求是最高的，个人几乎无法单独做验证节点。相信大家看完前面的内容呢，对区块链协议能够有更深的一个认识。区块链被熟知的3元悖论所限制啊，就是去中心化、安全还有可扩展性，这3者是不可兼得的。那想要达到任意的2个目标的话，就要放弃另外一个。所以不同的区块链协议的设计，比如 POW 和 POS 的出发点，那自然不同。POW 机制呢，可以被认为是更去中心化和安全，但 POS 的机制则相对有更快的交易速度和这个更快的可扩展性，更强的可扩展性。当然了，去中心化与安全对于链上的资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也讲过，你想要去释放这个区块链最大的潜能，那稍微牺牲一些去中心化，可能才会加速这个交易的处理，那以及网络的整体效率，才有可能支持和扩大各项应用的发展和市场的渗透率。那我们目前来看呢，整个加密市场的市值中，大概有58%的市值是由这个 POW 机制主导的，然后呢，12%是由这个 POS 主导。那其中呢，最大的为比特币和以太坊，目前来说，但是呢，以太坊为了提升它的这个可扩展性还有规模呢，进行了这次2.0升级，将会完全放弃这个 POW 机制，然后进入到 POS 的一个新纪元，这将把这个 POW 市值在升级完之后降低到46%，也就是意味着整个币圈将会一半由这个 POS 的机制来主导。也就是说，POW 的这么一个时代呢，将会慢慢的，就是我们看到可能会在一个终结的过程。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未来的这个加密世界一定是由 POS 机制来主导的。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事情。从刚才 Gary 对2种机制的优劣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优缺点。关于用哪种机制来驱动一条区块链呢？应该完全按情况和目标来定。比如，如果一个区块链的目的单纯是搭建一个全世界货币可以流通的体系，比如比特币，那它一定是最需要足够的去中心化以及安全的考量，才可以允许人们放心的买入和存储这个代币。那选择 POW 机制呢，就在这个情况下则会更加合理。但如果像是搭建以太坊这种拥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层级的区块链来说，效率和处理速度则为关键，也是 Web3可以更加穿透目前互联网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那这个时候呢，选择 POS 的机制则会更合理。区块链技术以及发展呢，已经走了大概10多年了，我们也看到了它的一步步进化，以及市场的和这个监管的逐渐容纳。那它的存在和对世界的发展毋庸置疑是无可代替的。但是呢，很多未来的方向、应用以及它对这个金融改革的影响，我们微观上看还是非常难判断的，尤其是在现在这个节点。但是呢，它还是有各行各业的人涌入以及来去创造，不断打破和挑战我们原本以为的真理。那我们相信未来一定是属于加密世界的，但是它将如何塑造未来，这个完全取决于我们。那我们是这个行业中的参与者、创造者，还有投资者以及建设者，所以别想那么多。那让我们先集中这个精力，还有看脚下的这个步子，然后我们一起来打造加密世界的一个未来。刚才 Michael 说到的其实就是一个 Proof of Work 和 Proof of Stake 的一个争论，到底哪个更好？现在从 Proof of Work 转到 Proof of Stake 值得吗？我们研究区块链，第一个就要看区块链项目的一个不可能三角，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说过的一个去中心化、安全性和规模化。从 Proof of Work 到 Proof of Stake 过程，其实就是放弃了一定程度的去中心化和安全性，去追求更大程度的一个规模化。以太坊2.0的升级就是如此。8月底的以太坊开发者大会，其实很多时间就是在讨论这一点。很多人认为不值得去放弃安全性和去中心化，去追求那么一点规模，所以很多人是不打算切换的。所以很多人也在追求以太坊的一个再次分叉。以太坊2.0 merge 就剩最后十几天了 ，merge 是否能够完成呢？以太坊会再次分叉吗？我们频道会持续给大家跟踪报道。相信我们聊了这么多，观众朋友们心里面都有了一杆秤。你们认为这次的升级会成功吗？赞同这次的升级吗？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谢谢大家的观看。
别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分享我们的视频给到你的家人朋友，让我们共同进步。谢谢大家。